哈喽哈喽哈喽哈，Can you see me？你们可以看到我吗？大家好，大家好，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天我知道在有些地区是长周末，所以欢迎你今天抽空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的主题呢，有一点比较特别啊，我要利用最近一个在美国发生的事件呢，来作为一个引子来谈谈，就是作为一个全职的 RV 者，要来环游美国，这中间做怎么样子做一些准备，然后从中间其实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所以今天想来跟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说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其实在美国有一对年长的夫妻，他们在他们开 RV 的过程中，结果呃就失去联络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其实很不幸的是，先生去世呢，在9天之后呢，找到太太还活着。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今天因为我在很多的那个不同的 RV 的群组里面啊，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来重点不是来就指责他们或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希望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学到，然后让我们自己的旅程能够更安全、更开心，是吧？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呢？我这个频道是我叫孟教授，做梦，然后大叫的野兽吗？那这个频道就是来记录我全职开 RV 的一个过程，从准备开始，从现在准备开始到将来上路，且我们会讨论一些实际的东西啊，比如说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会讨论一些心路历程，比如内心的感受历程等等，然后跟大家，其实我最渴望的是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机会，呃，所以说今天这个我们就透过这个故事，说这对夫妻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其实没有图没真相哦。那来给大家看一个图，他们其实呢从呃他们这是美国的地图，那他们呢住在 Oregon，在 Oregon，他们住在 Oregon 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呢开了他们的 RV，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不是像我新手上路的，他们是有经验的哦。他们就开了他们的 RV，然后去经过这个内华达州呢，然后到这个 Arizona 的 Tucson，然后跟家人团聚。他们有些路上呢，他们还有去拜访他们的这个grandchildren 孙子辈的。但是呢，他们很不幸的就是几天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然后家人就发现他们已经好几天失去联络了，然后最后他们被发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我找了一下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就用 Google Map 找了一下，然后结果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空白，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加了这个 layer，然后发现哇，在荒郊野外的山上，我就把这个地图往外稍微延伸了一下看，发现说其实他们真的就是在一个内华达州啊，然后其实你看他们其实离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不像洲际公路，但就是也许是类似乡镇的道路小路上，其实不远的，但是你看他们居然不晓得怎么样就开到山上去了，然后所以说他们一共就是失踪了9天，最后其实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们真的是开到山上去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地方，你不要看它其实很漂亮。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照片，有人照的就是这个附近的照片。其实你看这个照片，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好想去。而你看这个路，应该还有电线杆，看起来好像虽然有点遗失，就是感觉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烟，可是感觉好像蛮安全的，因为有路嘛，是不是？哎，可是你看，我就找到这个新闻照片哦，这个新闻照片呢，这个就是他们的车子，他们开的这台车，这还是他们开的车。你看，它陷在沙里面，不能动，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开，结果呢，他们的 GPS，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啊，大家是不是平常嗯呃，就是开车都开 GPS 呢，所以他们用 GPS，结果 GPS 带着他们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就他们的 RV 开就陷到泥土里面就没有办法动了。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开始没关系，那他们感觉他们离就是之前的城市没有很远嘛，他说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开车子去求救。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在他们的 RV 就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呢，早上他们就开了他们的车子，他们的 RV 拖着一台这个小车。其实这样子的这个结合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RV 停下来，然后就开着小车到处去走嘛，对不对？其实这个设计蛮好的。哎，大家看一下，哎，美美早安早安早安，然后Facebook user 呢，如果说你让这个 StreamYard 知道你的名字的话，我就会知道。OK，thank you。所以他们这个就是有的人就是会拉了大车，然后停下来，就平常比如到国家公园，他就开着小车，很方便嘛。这样子的结合是蛮好的。可是他想说没有很远，就他们就想说啊，很快就可以到城里面去求助，就他们两个就开了他们的这台车，结果没有开多远，这台车也卡住了。其实你仔细看哦，你看这张照片，他们的 RV 被卡住的地方，你看这后面的山上，你看的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都是雪，下雪的雪。然后你看他们的车子停的地方旁边路上还是有雪的。结果他们呢，因为想说很近，可是他们其实走错方向了。而且呢，其实他们后来被发现说，他们的车子跟他们的 RV 其实大概就只有差2个英里的距离，其实很短的。但是他们走错方向，然后也卡住，然后山上非常冷，低于0度的。结果他们因为以为很快就可以到，所以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带，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保暖的东西。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他们在9天之后，终于经过一家人不停的一直努力，他们终于被找到。但是很不幸的是，先生已经去世，但是太太留下来，然后告诉了我们一些其中的细节。所以这个故事呢，虽然它是一个不是很开心的结束，但是其实它就是一连串的失误。那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觉得说，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避免的，或者是你心里面开始有些疑问了？哎，怎么会美国这么先进的国家，怎么会手机没有讯号呢？你可以把你的心里的想法呢写在你的那个在留言里面，让我们可以大家来互动一下哈。那所以说，就大概整理一下，其实我就是因为在很多网站上面看到网友们的分享，所以其实我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啊。大约就是说分类一下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啊，其实他们说，原来他们车子的 GPS 是设定最短距离，结果呢，它就最短距离，而不是譬如说是走高速公路，所以说。结果 GPS 就把他们带到一个荒郊野外，结果那个地势就是沙土地，结果他们的车子就陷进去了，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网友们分享，就是说，即使是你的 GPS 带你走了什么路，但是结果你走，发现说路越来越窄，而且都是石子路，而且石子路最后会变成沙路。当石子变成沙的时候，车子很重，尤其是 RV 很重，就很有可能会陷下去。所以其实，是不是这个真的提醒我，就是是不是个人的警觉性也很重要？好像太相信这个 GPS 导航，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啦，我们平常去到一个不熟悉、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不是都靠 GPS 吗？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一连串的失误啦，个人的警觉啦。这路况其实非常非常糟糕。你看刚刚照片里面他们被找到的地方，那个路况真的是很糟糕。可是他们怎么会？就是说他们还是继续往前开。可是我在想说，其实就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我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个人警觉。然后还有就是说装备问题，哎，发现说以为就是马上就到没有事情，就什么都没有带，然后结果又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没有装备。哎，所以说
有人问说，我什么时候要开始我的 RV trip 啊？那我的 RV trip 大概是6月底7月初吧，要看现在 RV 那个装配的那个程度怎么样。所以说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让我去慢慢的做一些这样子的研究，然后让我能够更准备的更好，这样子。谢谢你的问题啊。所以说还有，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的亮点是他的家人跟各种社团的那个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9天后找到他。那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花了9天？那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就带出这美国是联邦制，然后有各种州，他们是 Oregon 的居民，可是他们在内华达州遇到事情，中间就有了一些这个，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灰色地带。但所以说这个搜救其实是延迟的，可是家人就是一直不停的锲而不舍，然后在各个社群网站就问大家说有没有看到他们，然后大家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网络的力量，然后来互相帮助。其实这是令人很感动的事情。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引发了我，因为我准备要上路嘛，刚刚说我准备要上路，就是我买了车，所以说让我开始去反思一下，说自己当要上路的准备的时候，我自己的准备的知识够吗？那我自己的准备够吗？那让我去，而且这件事情真的打开了很多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蛮多事情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从来都不知道。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就是我整理了几个学习啊，我个人的学习啦哈。那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在留言的时候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就说你看到的学习或是你看到的亮点是什么。但是我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GPS。我不知道大家开车的人啊，我们可能平常在城市里面开，我不知道啦。我觉得说我都还蛮相信 GPS 的，虽然说我知道 GPS 其实有时候也会给错路吧，有这种经验吗？有吧？有这种经验吗？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吗？大家可以留个言，有这样的经验，或者说你非常相信 GPS，或是其实你从来不用 GPS，你都对当地的路非常熟悉。那你要想象一下，你现在到了一个你完全从来没有来过，然后第一次来到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就靠着 GPS 呢？对不对？那但是它的挑战就是说啊，但是它的什么挑战？就是我在这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我学到什么？我发现说，原来有一种东西叫做专门给 RV 的 GPS，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也没有想过。什么叫专门给 RV 的 GPS 呢？有啊，美美知道你看，就是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知道，像我就不知道。就是所以说网友就有分享几个不同的牌子啦，这是其中一个牌子，比如说这个 GPS，你看还不便宜呢。我第一次看到它吓一跳说，哦，还要这个价钱呢。但是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它这个 GPS 它是大荧幕嘛哈，然后可以给就是反正给一些 information。但是你知道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这真的是我学到，我从来不知道 RV 特定的 GPS 啊。你可以在 GPS 里面输入你的车子的特性，长、宽、高、重量，还有像刚刚讲的这对夫妻，他们是用拖的嘛，就前面一台车，后面一台车，你可以把这些非常克制化的资讯输入这个 GPS 里面，然后这 GPS 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帮助你最佳化它给你的路线。怎么说呢？这都是我学来的。尤其在美国，听说美国东部呢有很多的那个 clearance，就是说还有高度限制，比如说路桥啊，等等的，它有高度限制。可是，一般的这个 RV 都是比较高的，它可能过不去。那如果你用普通我们一般的那个 GPS，它不会知道你的车子很高啊，所以它就叫你从这里开过去，然后你就开不过去了，或是卡在桥下面了。所以说，如果是 RV 特定的 GPS 的话，它就会带你绕路，因为它知道说这里有一座桥你过不去，因为你的 RV 的高度高过了这个桥，它知道你过不去，它就会带你绕路。这听起来合理嘛，对不对？然后它不会带你走小路，因为你的 RV 比较长、比较大、比较重，然后后面还拉个车什么之类的，它就不会带你去绕小路。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说，真的是学习到了，说原来有专门给 RV 的 GPS 啊，从来不知道。可是你知道，即使是这样子，那网友分享哦，
就像我们的 Google Map 一样，它也是同样的，还是会给错误的路线的。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在2022年了，但是资讯已经这么先进了，可是原来还是会给的，很有趣哈。原来还有 RB 专用 GPS 对我们的 Facebook user。如果你想要，就是你的名字可以修到的话，你就要去 streamyard.com/Facebook， 然后允许 StreamYard， 就是我用的这个 service， 然后你的名字就会出现，我就会知道谁说的谁写的。谢谢。对，真的不知道。然后Hey June 就不信任 GPS 喜欢挑战他，哇，我好喜欢这个大胆的这个个性，太好了。但我跟你讲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 Denver 的经验。为什么呢？因为就之前讲过嘛，我最近去了一趟那个 Denver，Colorado 的 Denver， 从来没去过的城市，第一次去，租了车，然后我第一个地点就是去旅馆，然后我就大城市还好吧，因为大城市我从机场到穿过市区中心，然后往那个 Denver 西边的方向走，都是在城市里面，都是人多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我就 GPS 按着，就他说往左就往左转，他说往右转就往右转，跟着走，大概40分钟吧，就快要到我的那个旅馆了，然后就很开心嘛哦。Hi Janice， 谢谢你，我的高中同学。就快到旅馆，然后我记得我最后一个红绿灯停下来，因为到了那个平常的路线，红绿灯停下来，然后呢 GPS 说就是红绿灯之后就要左转嘛，然后我记得我非常非常清楚，我停下来之后往左前方一看，看到我的旅馆了，我就好高兴哦。你想说没错，我在旅馆在左前方，那我等一下这样子左转以后，旅馆不就在我的右手边，不就到达了吗？就好开心哦。然后红灯停，然后就绿灯了嘛，对不对？绿灯啦，然后就开始转，就发现天哪，这是一条上高速公路的路，旁边没有路，我就没有选择啊，就只好开上高速公路了。然后 GPS 就很机车的，我开过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 You have arrived， 就说你到达了，因为可能他就想说我到达，然后就停止导航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很气，想说我还没有 arrived， 可是自己开车又没办法控制嘛，然后就开上了一条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高速公路，然后就只好往前开啊，然后当然在第一个可以下来的那个加油站下来，然后再重新设定 GPS， 但是呢就是真实的情况，他就真的带错路了，而且这个就是而且就带到我到一个就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形。然后我跟你说，我就特别把这个照给你看，真的哦，就是这边有1、2、3，看到没有？3条是左转专用，就只能左转。然后这边有1、2是可以就是可以直行的。然后我就停在这里，看着红灯嘛，然后看到这个是我的旅馆在这边，我就想到左前方。可是你看，在我左转过去之后，这条路只能上高速公路，根本就到不了我的旅馆。所以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所以好啊，那大家说怎么办？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 ，GPS 有时候会带错路，怎么办？大家可以在留言，你们觉得怎么办？你会想要怎么做呢？有什么撇步或者是可以挑战它的地方？给大家想一想，就是重点是你没有来过这里，从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哦。所以我就是收集这个网友的这各种这种说法，就是说完全不可靠，不完全可靠，不是完全是不完全可靠的对策是什么？很多网友分享说纸本地图啊，就是不要靠科技嘛，我们回到返璽归宗啊，纸本地图啊，这是其实很合理的啊，就是 GPS 我们真的习惯了，就是 GPS， 可是 GPS 的好处是说你车子转之后，这个地图会跟着转嘛，对不对？它纸本地图你可能就要自己转，但是纸本地图对，金讲的真好，带一本备用纸板地图，真的是很聪明。纸本地图，然后很多人就介绍这一本啊，这一本
这一本这个 Roll Atlas， 然后我就看啊，没有很贵嘛，对不对？结果你知道我再仔细看，你知道这本书有这么大一本，非常大本，然后很厚，然后里面很有趣。就是想一想，刚来美国那时候没有 GPS， 我们都有叫一本叫 Key Map， 不知道很多北美的朋友都知道 Key Map 是什么，对不对？哇，很厚一本啊，然后你就要翻到那一页，然后就是看，哎，靠直觉神通，美美真是太厉害了。就是说，你看地图啊，有时候很有意思。这种看了这个地图，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说我们现在还会不会。你要从比如哪一个城市到哪个城市，还要看它这个多少，那距离是多远看地图，这个用这种纸本看地图，哇，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快要被遗忘的技巧，应该说，就快要被遗忘的技巧吧。这本书就很大本，好大一本，所以可是很多人建议说，第一不要忘记，其实还是可以带纸本的，像静说的还有美美靠直觉，我觉得很棒，这个也是很好。然后还有人提醒啊，游客中心啊，警察局啊，对啊，警察杯杯嘛，对不对？人民的保姆嘛，哎，警察杯杯游客中心都是可以去询问，尤其是有些当地或是临时的状况，路的封锁啊、工程等等，有那个 GPS 或者是地图可能不会告诉你嘛哦。对，听说 AAA 有免费地图给会员，现在听说还是有，那游客中心啊 AAA 听说都有免费地图可以看。然后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要确定要记得带一个放大镜，因为地图看起来好小，记得这个电子的好处是你可以放大嘛，在手机上放大啊，那个地图就不能放大，所以你就要记得带。对我来讲，就记得带放大镜。然后当然有人是说事先做彻底的研究，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花时间了哈。那但是不是不可以，就是其实是一个对策，就是你把这个沿路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彻底的研究出来，然后聆听内心的警告。很多人说聆听内心的警告，对不对？如果你走觉得不对，譬如说以这对夫妻的例子，就走一走发现路越来越窄，而且后来从那个石头路变成沙子路的时候，就是也许就是应该要停下来，而不要等它陷进去以后再就来不及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是可能可靠的对策。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很好的提醒，就是什么纸本的啦、警察杯杯啦，或者是聆听内心的靠直觉啦，聆听内心的警告，靠我自己的神通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就是非常好的提醒，让我知道说原来还有这些对策可以做。第二个学习就是关于手机信号。那我不知道大家会很惊讶吗？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住的地区，就是说有那种手机讯号不好的地方。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很多人就说，哎，那这个这对夫妻为什么不打那个911啊、119啊，然后寻求帮助啊？那就是没有讯号怎么打？他也没办法发简讯，没有办法打电话，然后什么通讯，所有你想象平常我们在用的通讯软体都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手机没有讯号嘛。对，所以说，哎，手机没有讯号，这个不是不知道。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就是生活在这个都市环境里面，平常这个我们 always connected，right？ 一天到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 connect，这东西就不会特别去仔细的去思考。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美玲早安。所以说呢，这个手机这个不可靠的挑战就是第一个，美国很大真的就是美国有一些，比如3大公司，比如说像 AT&T 啊、T-Mobile 跟 Verizon，就是每个就是他们比较大的公司，没有一家公司有完全涵盖的。他不管他说他怎么样子，就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完全涵盖。听各种不同的网友分享，他们在某个地方就只有哪一家有，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另外一家有，这真的就是这样子。这美国太大了。没有一家是完全涵盖的，而且要相信它真的就是有没有信号的地方所以你说这个挑战要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说你今天很向往到一个某个，比如某个国家公园啊，或是说某一个那个 hiking 啊，某个步道你就是非常想去，可是碰到这样的情形，那你觉得You got this 早安，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撇步吗？有什么方法吗？可以在
在留言里面跟大家互动跟分享啊。所以说啊，非常多网友他们都说，他们加入多家的通讯公司，比如说 AT&T、T-Mobile、Verizon， 有的人加2家，有人甚至加3家的都有。因为有时候一家不 work， 另外一家还会工作嘛，对不对？这当然就是一种对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一家就是它就有费用，但是就是它有费用包括在内，多家卫星就多家公司就有人这么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可能性嘛，对不对？然后呢，也有人说就第3个就不要去信号到不了的地方，那当然这也是一个选择性啊哈。那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就是不要去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但是出去玩好像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比较所谓偏远的地方特别吸引人，不是吗？那中间怎么取舍呢？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个人卫星定位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曾经就是知道这样的东西，反正我认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因为手机是需要靠讯号台，那如果这附近没有讯号台，或是距离讯号台太远，它就没有办法通讯嘛。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就要靠卫星。那卫星就是可以通讯。那有这种东西叫做个人卫星定位器，哇！然后大家也就有几个不同的品牌，大家在建议。那譬如说就这个，很多人非常非常多人建议的这个，那这个就是它有，当然就是你要买这个机器有一个价钱，然后其实它非常小，你看它这个，就是你看它这个人挂在这里，它就是其实很小，大概就是手就是比手还要小的这个，然后非常轻，所以这个机器呢，就是可以去买一个这个机器，可是买这个机器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需要你要有 subscription plan，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你要有它的服务就对了，你要有它的服务。然后它的服务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计划，你可以看你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去决定你想要付多少钱愿意付多少钱。譬如说，它这种机器，它这个机器呢，就是说它可以放大吗？放不大。它这个机器就是它上面有一个早安，妙妙妙妙早。它这机器就是上面有一个SOS 的讯号，所以你可以真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 SOS，然后它就会透过因为你有付费服务嘛，它就会透过他们的网络把你的卫星定位给它最近的这个需要知道，就是搜救队之类的。所以这是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这样。还有什么呢？它还可以做什么呢？它还可以这个叫做track point，就是它可以定位你，然后它可以比如每10分钟它就可以定位你一次，每10分钟它可以定位你一次。还有什么呢？它可以传送简讯，它不能传图案，它可以传送简讯，它可以你可以设定你要把简讯传给谁，然后你可以就是告诉他们说，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我很安全一切都平安，然后就看你看，比如说1个月只可以发40个简讯，就是说30天，如果你每天都在外面，一天可以发40个简讯，或到一个月可以发10个简讯，或者是到无限制的简讯，就是看各位的需求嘛。那你有人就是跟家人报平安，那你觉得这个需求是什么？然后就根据你的需求了，看它有不同的就是付费的那个服务。所以说，哇，我学到说，哎，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然后不同的品牌有好几个不同的品牌，然后他们有不同的付费服务，但是都是需要付费服务。就是你买的这个机器本身是没有用的，你要有付费的服务之后，才可以，比如传送简讯或者是传那个 SOS 的讯号。所以说，不知道各位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吗？或是甚至有用过这样的东西吗？你可以在留言让大家知道。我是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发现说其实好像合理，就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准备，好像也是合理的。OK， 所以说这个是关于手机信号的问题。我第3个学习是关于野外求生技能这对夫妻的例子来讲，因为他们就认为说很近嘛，开个车就到了，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准备，他们什么都没有带，
所以他们是没水、没食物、没有保暖的东西。他们那个地方刚刚看到有雪，山上这个 overnight 晚上温度都降到0度以下的，而且他们当然他们手机是没有讯号啦，所以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是太太还可以，就是他们其实两个还有就是说六七十岁，两个人都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啦，所以太太就是先生后来不行的时候，太太就拄着他的拐杖到附近的地方拿雪，然后让雪融，然后这样子他们喝水。所以为什么太太就是9天之后其实她基本上蛮 OK 的，就是有送到医院，但是基本上是蛮 OK 的。所以所以说我发现说哇，这个好像野外求生技能，我不知道各位可能也许你是很熟悉野外求生，或者说你对这方面是很通的，那可能你要常常帮助我一下。那对我来讲呢，它的挑战就是我个人缺乏知识，我觉得我蛮缺乏的。我这个人就平常连露营都没有在露营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就是说让自己不要陷入那种完全没有哭救无援的那个地步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技能，好像还是应该的嘛。比如就是说，比如说水啊、食物啊、保暖啊，maybe 可能电源之类的，还有一些可能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把这些技能，然后可能要去把它学一下。这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啦，因为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美美认为说这是灵魂的选择，也许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去把这些一些简单的东西学一学，我觉得是增加人生的历练吧。好，然后下一个呢，这个学习就是我学习到就是，哇，美国真的很大，这是什么意思啊？美国很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大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啊，每一周跟一周之间，它的同意的地方很多，还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连锁店啊、洲际公路啊等等，可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要说从一周到一周啊，可能从一区到一区，它的比如路况啊、路况、天气，要过一个山，天气就不一样，人口结构等等哦。等一下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你看以这对夫妻的例子来讲，他那个路况这么糟，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说知不知道是这个情形嘛，对不对？然后当然我有听过很多这个网友分享，哇，今天就忽然下冰雹啊什么的，就等等。然后这个人口结构这个呢，其实老实说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把它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我扩展我见闻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那个群组里面嘛，就有一次就有一个群网友他就发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原来还有这样的视角跟考虑这样子他就说他今天进了营地，他定了营地，然后他进了营地，当他开进他的营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在门口挂了一个那个 Confederate flag， 就是美国南北战争那个南方不是就是支持黑奴吗？那个 Confederate flag， 他就看到那个旗子挂在那个营地的门口，他自己是一个黑人的女性。所以他当场就觉得说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安全，他就没有进到那个营地。然后他想说没关系，那我他就因为大家都建议嘛，你要 option A、B、C 嘛，对不对？那他说没关系，那 A 不行，那我就去我的 B。他就往 B 开的路上呢，就经过这个城镇，他就忽然发现呢，很多家的门口都挂着这样子的旗子，他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全。那我不记得最后他怎么做，但是我记得他就说，他以后要把，他说他以后呢，他如果要计划他的旅程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他经过的地区的这个人口结构呢，把它列入他这个计划的考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当然，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会这样子，但是我想我们它引发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根据文化，可能根据自己这个背景不同，我们有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东西，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我必须要更清楚的知道对我来讲什么是重要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变数里面。当我在去计划或者是说考虑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啦，如果你们计划旅行，对你来讲什么是重要的？所以说这只是一个例子。
那我要讲另外一个是每一周不同，这个为什么话是很大的挑战。我举个这是真的例子，就才几天前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这是真的。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住在 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然后在当地的居民，他的车子也是当地的车牌，是驾照也是就是一切都是合法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就想要去加州看朋友，所以他就开他自己的车跨过，然后就到了加州要去看朋友。结果他在加州的路上呢，就被加州的警察拦下来，开了一张罚单给他，罚什么？罚他说他的车子的那个 window tint， 就是那个他的车窗的那个黑色，他把它加了那个黑色，太黑。他就很惊讶，他说我从 New Mexico 来的，我们那里是这样子是合法的啊。那加州警察跟他说，可是在加州这里你这样子太黑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个例子有点好笑，有点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啊，然后他就很倒霉嘛，就说他倒霉，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付了那个罚款。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呢，就带出了什么美国的每一州跟联邦制一州一州，它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比较好笑，付个罚款。可是你知道吗？在网上很多网友啊，对他们来讲，他要觉得在路上安全，他身上要带一把枪。美国枪支是允许的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州跟一州之间对枪械管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带在身上吗？你可以放在车上吗？放在后面车子的那个 truck， 还是放在前面的那个 glove compartment？ 每一州的规定都不一样。你越过一周之后，你就要符合那一周的规定。你不能说，哎，没有，我的枪是在前面那一周买的，我现在到了这一周。这样想就合理嘛，对不对？因为你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你就要符合我们这里的规定。可是我的这个车子，我这个人，我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样子跟着一周一周的变动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每一周跟每一周之间到底它的差异在哪里？然后它对我的影响会是什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很有意思嘛，对不对？你不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它有很有意思的一面，因为我们要出去旅行，就是要去看看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既然这个到处都不一样，它也是一种旅行的这个过程的一个亮点之一嘛，哦，所以但它也可以是个挑战啦。那所以这个挑战要怎么克服？老实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答案啊，但是就是它可能成为旅行的亮点。但是最后，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位啊，就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嗯。从刚才讲到现在，就是一开始讲这一对夫妻啊，就是他们是很有经验的哦，很有经验，他不是新手的那个开 RV 的哦，但是因为他们一连串的这个疏失啊，结果他们有一位往生，然后一位是生还嘛，然后在外面就是在荒郊野外就是困了9天这件事情，然后我提到一些就是说一些挑战啊，譬如说这个手机没有信号啦，GPS 不太可靠啦，等等等的，好像感觉是大家听完以后感觉是什么？就是世界充满了挑战，是有趣的呢，还是说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还是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好了呢？大家心里面的 OS 是什么？可以在留言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所以这个我的安心处方是什么？我怎么让自己安心，让自己 grounded， 然后让自己觉得说，让自己更多专注在说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准备是可以做的啊，譬如说野外求生技巧啊，我觉得具备一些基本知识，就不要去野外求生，都是可以学习的东西。譬如说，你知道他们最后被救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吗？是因为那个先生就教那个太太那个 Morse code 叫什么摩斯密码嘛？摩斯密码的 SOS 就是求救讯号嘛？SOS 是怎么弄的？他就按他车子的喇叭，谁知道 Morse code 的 SOS 怎么弄？我跟你讲，我在之前是不知道的，那现在学起来，知道吗？知道吗？知道吗？知道的举手，赶快说知道，赶快说知道。所以那个 Morse code 的 SOS 其实就是三短三长三短，就这样子。
是 SOS。所以你可以用声音，譬如说按车子喇叭，你可以，如果你有譬如说什么光亮的光点，对不对？你可以短短短，长长长，短短短，可以用光线，用比如那个 flashlight 手电筒，或者是说声音等等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先生交给太太，然后每10分钟就重复一次，每10分钟重复一次，最后再找他们的人，尼寇不知道，尼寇选择出走，对，说的比较简单，没问题啊，跟着我一起走，我们说的简单，做也不需要那么困难，对不对？不是吗？所以这学一学嘛，就是三短，就是短短短，长长长，短短短。就是这样，这就是 SOS。哎，学到了，那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忘，学了也不太容易忘记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就是有人听到，然后最后找到他们。所以这些东西学而不用是 OK 的。那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会开 RV 出去玩的哦，可能在全世界的人口里面，是不是三短三长三短？谢谢耶，谢谢妙妙。其实，在人口里面，我在想，我后来发现是不是也是算比较小众呢？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在这群组里面，大家其实是非常支持的，而且大家比较不批判，而且大家会互相鼓励跟强调说，不要让恐惧来把我们给绑架了。所以这时候，其实老实说，你说我不害怕吗？你说我没有担心吗？那是骗人的。我也有，我也会。不过我现在就学习到说，问一下自己说，我在害怕的是什么？我恐惧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害怕？我为什么恐惧？哎，你不要看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其实老实说，我常常问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讲不出来耶。我说啊，你们不是本来就应该害怕的事情吗？可是我不见得真的说得出来为什么。嗯，其实可是每一种情绪反应内心其实它是有一个可能有一种相信嘛，可能我们相信某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嘛，对不对？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你这样子一个人哦，女生哎，这样子这样跑出去玩，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看说这个危险是，就说请他们多说一点嘛，那怎么个危险法？他认为怎么样子危险？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他看到新闻吗？然后就被吓到了嘛，然后就觉得说独立事件就会代表全面事件吗？比如说像这对夫妻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新闻。其实老实说，它会是新闻，就是因为它比较不寻常嘛。毕竟这种事情不常发生。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安全的出门，安全的回家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到底在怕什么？这个问题很好你不要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可是好像不太好回答。因为我在怕什么呢？我是怕自己死在外面吗？他可以可以面对一下那个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自己觉得自己会死在外面呢？慢慢一层一层的往下播。因为我发现真的仔细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好回答，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根据，就是我的根据是什么，然后那个根据可靠吗？或者是说我们根据一个独立事件就把它过分扩大，然后我自己就常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啦，你们就说听到不好的事情啊、恐惧的事情啊，然后令人担心的事情，你们的安心处方是什么？你们怎么让自己安心下来？是就不要管它，然后把它淹没，然后说反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策略吧。那对我来讲，这个现在也是在慢慢做这个功课嘛，这也是我的功课在慢慢做，然后有空跟大家就是一路这样子走过去，跟大家就是一起分享，我们大家互相交流，一起分享。但对我来讲我的安心处方区最后我会学习可以告诉自己可以给自己这个爱的鼓励这个信心喊话都可以做我觉得最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自己问自己，这个不需要告诉别人，就是我觉得世界是很危险的，还是说我觉得我是住在一个爱的宇宙中？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后在问自己的。
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世界很危险，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觉得爱，我是活在爱的宇宙中，然后从这里去慢慢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自己。我觉得更深层的了解自己之后，会帮助自己在接下来的很多行动或者行为上去做不做，跟帮自己去决定它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各位听到这里有什么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说疑问，或者是说想法，或者是好奇的可以在这个 chat 里面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希望你觉得今天这一集呢，蛮有趣的旅游元素呢，不会就是迷路、冒险、惊喜、焦虑、面对未知。我觉得妙妙讲的真好其实真的迷路不就是旅游的一部分嘛？那好像如果一切的东西通通都已经就是按部就班，然后通通都知道了，好像就少了一点那种刺激嘛，冒险、惊喜。焦虑、面对未知，它也是一部分。我觉得说的真好就是说，你看，这不是也是一种态度吗？这也是一种态度跟一种相信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它这就是这个的一部分那我就应该就比较就是事情碰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快的进入这个比较安定的状态吧。外面有车子。然后美美说她住在一个安全的宇宙中，太好了，美美，我希望我跟你住在同一个宇宙中，我们都是安全的往前走。所以我希望这一集呢蛮有趣的，因为它带进了很多我们平常住在城市里面，拥有这种各种丰富资源的我啦，比较不会去想到的一些面向，然后。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准备上路的过程中，真的是准备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譬如说，也许不能够每天洗热水澡怎么洗澡啦，怎么上厕所啦，很多很多东西。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给我一个按赞，记得给我按赞，然后这个叫什么？订阅、分享，留言给我一点鼓励，然后我再慢慢跟各位分享这个中间的准备过程，我学习的过程、心路历程，然后请大家跟着我一起上路，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结束喽，谢谢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拜拜，感谢。就有一个那个什么 Sports Wash 对对对，男童军有一些生成技能对对对，野外的那种喝溪水，还有那个那个 filter 的，对不对？对对，emergency 发现男生真好，对，所以你看以前就没有参加过什么童军嘛，从小就没有参加童军，也没有去露营过，对对对，其实童军那些他们原来就蛮多 resource 的，OK。谢谢那个妙妙的鼓励，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